手里有毒，不好，两毒相冲，你的身体要撑不住了。想必又是太子下的毒。陆渊身上的紫气能为我所用，若是他死了，我的法力就没法恢复，我得救他。这个时候你还想吃我豆腐啊？少废话，我是在救你。病情危急，这一次怕是耗光我所有的法力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什么？你又要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太累罢了。这次我又救了你，你可得好好谢谢我。那是自然。你想要什么？陪我睡觉，我要你以后每天都与我同床共寝，这样我的法力便能。同床共枕，有点意思。殿下，摄政王府传来消息，宋清婉医术精湛，王爷的毒被他解了。废物！一个将死之人都杀不死！宋清婉这个贱人，坏我大事！殿下息怒，如今那老皇帝已死，你只需要得到半数朝臣的支持，这皇位还不是您的囊中之物？殿下息怒，如今那老皇帝已死，你只需要得到半数朝臣的支持，这皇位还不是您的囊中之物？哼，倒是小瞧了你这个相府嫡女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宋清婉，我们走着瞧。王爷，探子来报，太子殿下将于3日后宴请群臣。他倒是心急。你打算去吗？那是自然，这皇位不可能让他那么轻易到手。你们凡人倒真有趣，甘愿为了那把龙椅争得头破血流。这把好戏我也要去瞧瞧。摄政王怎么来了？听说你顽疾缠身，还是少出来为好，别走两步吐血了。听闻太子殿下宴请群臣，本王自然是要来。太子年幼，若是失了分寸，恐怕要让天下人笑话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绘制本宫？我自然是你的长辈，论辈分，你应该喊我一声皇叔。皇叔？你分明就是个包庇妖孽的罪臣！这宋清婉妖言惑众，分明是意图谋反！太子殿下，这妖女妄图祸乱朝纲，留着她必是大患。狗蛋这辈子也算治国有方，想不到后代竟是这等仇恨。贱人，你敢辱骂太子！贱人，你敢辱骂太子！皇家，皇家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他做的，可他刚刚分明连动都没动。一定是他，是他使了妖术，快把他拖出去斩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本王看谁敢动她！皇上去世的时候曾立下遗诏，只有我看上的人才是当今皇上。你们这样，怕不是对先皇不敬？荒谬！分明是你魅惑先帝，如今又蛊惑摄政王，你真是罪该万死！是什么先君？分明就是灾星！你一出现，先帝驾崩，王爷病弱，宋清婉在你身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。我说过，你们才是灾星。
若真让你们坐上这大位，这江山怕不是要断送在你们手里。今晚你给本宫闭嘴！宋清婉，休得放肆！太子息怒，这个妖女天生煞骨，命中不祥。她若留在京城，必引祸灾。臣誓死追随太子，恳请太子将这灾星就地正法，以安民心。宋丞相可真是忠肝义胆。朱爱卿，莫非你们也要学那乱臣贼子，跟本宫作对？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天命所归，臣等愿誓死效忠，绝无二心。天命所归，现在就下定论，未免有些太早了吧？天命所归，现在就下定论，未免有些太早了吧？皇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如今我才是众望所归。众爱卿，平身。谢殿下。不过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墙头草罢了。真正能定乾坤的当朝元老，一个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还在嘴硬？那些人正在赶来的路上，顷刻便至。如果你现在服软的话，看在叔侄一场的份上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是，你们不如今天好好表现，哄太子殿下高兴，兴许还能饶你们一命。本宫渴了，你过来给本宫斟茶，再布几道菜，记得要亲手伺候。不要胡闹，你的身体还没好全。我做了这么久，我都有点累了，好不容易有我的事情，当然要好好玩玩。法力虽然恢复得慢，但对付他绰绰有余。姐姐既然这么想喝，好，妹妹亲自给你倒。宋清婉，你平日里那么傲，今天不照样得像奴婢一样伺候我？那你可要当心啊，让我伺候你可是会倒大霉的，装神弄鬼。干什么？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宋微微，太子殿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看吧，我就说会倒霉的。太子殿下，你听到了，是他使了妖术，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宋清婉，本宫即将大权在握，你若识相的话，就应该好好取悦本宫。太子莫不是气糊涂了？清婉是本王的王妃，莫非太子有什么独特的癖好，专爱人妻？你好啊！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宋清婉给我押上台来，为本宫跳舞助兴。他要是不跳，本宫今天就砍了他的脑袋。送我，你们也配？天雷道法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完了，法力用尽了。太子殿下，老夫此番来迟了。太子殿下，老夫此番来迟了。李元老，您可算来了。今天只有您坐镇，
我这登基啊，才名正言顺。太子殿下客气了，您英明神武，老朽自当拥护正统。皇叔，看到了，李元老也是支持我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况且，李元老可是全国第一的高手，这个妖女根本不是李老的对手。她是我的人。李老，太子此人心机深沉，为谋地位，图谋不轨。皇上的病与他脱不了干系，但恐太子无法胜任皇帝之位。鲁渊，你少血口喷人！这是从太子东宫搜出来的毒药，与皇上所中的毒一模一样。胡说八道，这根本就是……这里面什么都没装，莫不是心里有鬼？太子为何如此激动？可太子殿下已是储君，皇上若龙驭并天，自然能顺理成章登基。太子为何要铤而走险，陷害皇上呢？太子殿下素来仁善，怎么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分明是摄政王为夺皇位编造的谣言。臣愿以丞相一职担保，太子殿下绝无谋逆之心。既然丞相担保，老夫自然是信你的。老夫必定拥护太子登基。李三，100年不见，你倒是越来越糊涂了。李三，100年不见，你倒是越来越糊涂了，连谁适合做皇上都看不出来了。你是何人？我的决议岂容一个小黄毛丫头指手画脚？宋清婉，莫要放肆！李老执掌权柄数十载，且武功高强，连太子都要敬他3分。李老，清婉是本王的王妃，言语若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王妃，区区一个内宅妇人，也敢妄议朝政？摄政王，你的家教未免松了些。妄议朝政又如何？我不仅要干政，我还要让你给我跪地请安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老夫不敬，该当死罪！今日老夫就亲手了结你！你全身的功夫都是我教的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放肆！老夫的功法明明是天眼令。正是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认不出我吗？先君恕罪呀！老奴有眼不识泰山。李元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老糊涂了吧？你这无知小儿！可是天眼令意味着什么？100年前正是仙人大人将这8大族秘法传授于我们，才有了今日的荣光。她不过是相府不受宠的二小姐，哪会有什么天眼令？你该不会是被她给骗了吧？胡闹！天眼令为世间稀有宝物铸造，不可能有假。再敢对仙君不敬，老夫第一个杀了你！我本来不打算插手皇位的事情，可你们让我很不爽，所以这个皇位我不想给。恳请摄政王登基，我愿誓死效忠。恳请摄政王登基。不，你们都被妖女给骗了。我才是皇后。陆渊，这位置由你来做。夫人将这江山赠我，这龙椅自然要有你，我的皇后娘娘。臣等拜见殿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愿吾皇万岁，娘娘千岁，天佑大用，帝后同辉。云深，
太子德行有失，废除太子之位，禁足东宫，无诏不得进入紫禁城内。我才是正统储君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！太子，妹妹，对不起，姐姐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嫁给一个庶人啊！你救救我！当初你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把我当姐妹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不要！今日又是你帮了我，不过那枚天眼令，据我所知，已经失传100年，非其主而不可驱使。你是如何驯服他的？据我所知，已经失传100年，非其主而不可驱使。你是如何驯服他的？你错了，不是驯服，而是我本来就是他真正的主人。你倒是厉害，那你为何同意与我结婚，又夜夜同他而眠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身上紫气能助我恢复法力。自然是因为喜欢你。既然如此，今夜月色正好，不如做一些晚上该做的事。光是待在陆渊身边都能恢复紫气，要是更深一步，岂不是恢复得更快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废物，都怪你没用！若当初娶的是宋清婉，这皇位早就是我的了。殿下息怒，爹，我害怕。也不知相府怎么得罪摄政王了。这摄政王可是残暴不堪，睚眦必报呀！微臣恭迎摄政王。答应本王的事，别忘了。站住！宋清婉，你怎么跟摄政王？爹，我动不了了。怎么了？你女，站住！本尊罚了，若是再敢扰本尊清安，本尊就将你的舌头给拔了。宋清婉，你是疯了吗？敢这么和父亲说话？来人，拦住他，给我跪下！普天之下还没人敢受我一跪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。我若是跪了，你是会折寿的。你竟敢诅咒我！既然灾祸躲不掉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提前让你消受了。宋清婉，我才不信什么因果报应，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滚！我的脸！看看，这报应不就来了吗？父亲，你可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！他把我的脸毁了，女儿可怎么见人呢？孽障，果真是灾星！刚来这儿就把家里整得不得安宁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20大板，然后再请个道士给他驱邪。
看来丞相是有家事要处理啊。老夫怕是来得不巧啊。张月盘，您这可是太医院的一把手，怎么今天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奉摄政王之命，前来为宋二小姐诊治。是，那就有劳您了。张元盘，你印堂发黑，怕是有不祥之气产生啊。哎，二小姐莫要打趣老夫，老夫一生光明磊落，能有什么事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这腿本是无碍，却突然无法动弹，查不出病因，也无法医治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啊？秘密。不过你这病我可以治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医术可是全国数一数二，我都无法找出自己的病症，你一个小女子怎么可能治好？将你的天生玉佩给我。要这何用？你命中本无此劫，这不是腿疾，是诅咒。现在我便帮你将这死气去掉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简直是神乎其神呐！这腿简直比没废之前还要好用。二小姐，你可是老夫的恩人，请收老夫一半。不必，刚刚若是没有你阻拦，我怕是早已被宋兰绑起来。这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谢礼呗。王爷，老臣的腿好了。哦，哪位神医竟有如此本事？是丞相府的二小姐宋清婉。既能解毒，又能治病，一个出生在乡下的闺阁女子，竟有如此本事。救救我！死而复生，是人是妖？看来取我性命者，并非尔等蝼蚁。也罢，中了离魂咒，将死之人，本尊今日饶你一命。他怎知我中了离魂咒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宋清婉，不过是相府丢在乡下的二小姐，老子想怎么玩怎么玩，老子滚出来！一桩买卖，我替你解咒，你料理了外面那只聒噪的苍蝇，如何？既无意义，便是羽毛。我刘家在京城权势滔天，你们敢拦本少爷？摄政王入渊。王爷，宫里急报，皇上突然病重，太医院都束手无策。备马，即刻进宫。父王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陛下脉象平稳，并无中毒之兆，只是身体已经油尽灯枯，只能灌下参汤，强行续命。既然太医都已经束手无策，又何苦让父皇受着汤药之苦？我看就让父皇走得体面一些吧。皇兄尚在病榻，太子殿下就着急下决断，未免太过匆忙。皇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莫不是在说我意图谋取皇位？陛下吐血了，脉象已断，还是再世华佗也无力回天了。若是宋清王子，默哀，在，快去向我给宋二小姐。是。摄政王是来找我吗？宋清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夜观天象，看到当今皇上将死，来凑凑热闹。住嘴！莫要胡说。陛下这病，你能治吗？当然，救活他轻而易举。宋清婉，休得胡闹！你一个乡下的野丫头，连大字都不识一个，你会治什么病呢？啊！快给我出去！哼，我当是哪来的神医，原来是相府家的二小姐。皇叔，你病急乱投医也就罢了，居然指望一个野丫头能救活父皇，可笑！我看你还是赶紧让她出去，以免惊动圣上。宋二小姐医术通全，十分了得。如今她说能救，我就信她能救。太子殿下万般阻挠，是害怕皇兄醒来吗？无人，你竟敢污蔑本宫！既然如此有孝心，那就有劳宋二小姐。哎，这不狗蛋儿吗？放肆！你叫父皇什么？你叫父皇什么？狗蛋儿啊，我认识他，他曾经是我的救兵。仙女姐姐，仙女姐姐，这是你让我采的灵泉水，现在可以教我法术了吗？狗蛋，你再去把这株千年人参给我炖了，我就考虑教你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没想到狗蛋现在竟成了皇帝，还把自己折腾成这副样子。宋清婉，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之前还给我倒过洗脚水呢。放肆！父皇乃一国之君，九五至尊，你竟然如此羞辱他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满门抄斩！我看谁敢！皇叔，你还想维护他吗？辱骂天子，大逆不道！今日不诛他九族，皇室威严何在？太子如此忌讳行医，皇兄中毒一时，怕是跟他脱不了关系。太子殿下明鉴，这个孽障自小被丢在庄子，早就野了性子。求太子开恩，只杀他一人，不要牵连相府呀！住嘴！再把你舌头割下来！宋二小姐虽言有失敬，但医术还行。张通判的腿疾就是她治愈。如今皇兄危在旦夕，何不让他一试？龙城鬼王乃天下第一毒士，此毒无解，他一个乡野丫头，绝不可能解开此毒。既然摄政王如此笃定，那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哦，什么赌？你若治不好父皇，宋家满门抄斩。那若是我治得好呢？本宫亲自为你请旨，封你为郡主，赏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0顷。赌约不错，我答应你。反正相府上下也没几个好人，捉九族我也不亏。孽障，你长在乡下，懂什么邪医问道？不是要把相府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吗？还不速速跪下求情，祈求太子殿下开恩！你们相府如何与我何干？从前对我不管不顾，现在倒是问起我的事情来了。怎么，怕死了？你还有完没完？你们到底还要不要救了？再不救，皇帝该病天了。气息全无，皇上，玉龙飞天了！皇上，玉龙飞天了！
此女子侮辱皇上龙体，来人，将她拉出去，斩立决！我看谁敢！陛下生死未卜，太子殿下却急着定罪，怕是心里有什么鬼吧？哼！父皇因病去世，与我何干？我身为太子，自当继承大统。你区区一个摄政王，也敢威胁我？聒噪！皇上怎么死的？救火问问不就知道了？住手！宋清婉，这可是挫骨扬灰的弑君之罪。我没这么蠢，我这是在救他。你若是信我，就把手放开。他竟敢弑君，真是天赐良人，连屠戮院一起铲除！大胆刁民，竟敢弑君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凌迟处死！入渊包庇逆贼，与逆贼同罪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杀了他！他们不敢，我死不了。这世上还没人敢取我性命，便是阎王来了，也得对我跪地行礼。区区一个乡野村姑，居然要阎王跪拜，你怕不是得了失心疯吧？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你这一辈子怕是都没见过起死回生之术。毒血深入肺腑，不逼出来必死无疑。要不是看在狗蛋曾经侍候过我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管。凡人的血，碰不进去。狗蛋，睡了这么久，也该醒了吧？狗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父皇这样看我，莫不是知晓了我下毒的事？你竟然如此欺辱父皇！父皇龙体不适，都是被你气的！来人啊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逆贼给我拿下！太子殿下这般急切取我性命，方才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立下赌约，我救活陛下，理应封爵赏地。殿下难道是想当众毁约？荒谬！父皇洪福齐天，本就是自己转好，与你何干？太子英明，我这小女粗陋无礼，不听管教，哪会懂什么医术啊？今日犯下大错，臣愿让她以死谢罪。看来父皇也想要逆贼速速伏诛。此言差矣，皇上的病本来就蹊跷，还是宋二小姐给医治好。太子殿下如此急于下决断，怕是心里有鬼。住嘴！你敢污蔑储君！够了，主官人等退下吧。皇兄，切莫听信谣言。宋二小姐她……老奴陆成君拜见仙君。仙君，仙君，你说他……住嘴！不得对仙君不敬。今日多谢仙君救命之恩呐！我虽救活你，但你半生征战，造下杀孽，终究阳寿所剩无几。老奴早知有今日，今日能见仙君，已是天大的福分呐！皇兄，大病初愈，快起来！起来吧，你已年过70旬，跪我怕是不成体统。多谢仙君。我已时日无多，这储君之位是该早些定下才是。
父皇保重龙体，儿臣愿为父皇分忧。储君之位，当由先君钦定，唯有先君认可之人，方可继承大统。太子殿下何必着急？方才太子殿下对先君鲁莽，先君可不一定会选你。好了，扶朕去床上歇息吧。陛下，驾崩了！皇兄，先君钦定又如何？只要陆渊死了，这皇位还是我的。此女一来，家国大乱。依我看，父皇和摄政王都是被他蒙蔽陷害，如此妖孽，由不得。太子殿下英明呐！早在18年前，便有真人算出，此女乃天灾降世，祸国殃民。求太子殿下斩妖除魔，保我大圣江山呐！是同命症，他是被人所害，有人给他下了同生共死的邪术。妖言惑众，今日本宫要亲自杀了你！你对我使用了什么妖术？法力还是不够，看来还是得多吸他的紫气。放肆！干什么？当然是在救你，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死不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做的手脚，我不拆穿你，不过是觉得凡人的争斗有趣吧。宋清婉，你以为本宫会信你的鬼话？你要知道，我要杀死你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走了。刚刚为了震慑太子，消耗过大，如今竟连抬手都费劲了。要是全盛时期，这点小把戏，连眼皮都不会抬。宋清婉，你真的是神仙？怎么，王爷现在知道怕了？本王从未怕过，只是好奇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没有目的，随心罢了。别乱动，我救了你，也该收点利息。我累了，借你肩膀靠一会儿。逆女，竟敢在皇宫大放厥词！你是想让相府满门都给你陪葬吗？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何况最后不也没死成吗？这简直就是倒反天罡！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。父亲息怒，妹妹这番作为确实会给相府招来祸患。要我说，不如直截了结了他。这传出去对相府名声不利，更何况摄政王似乎和他走得很近。那就把他送进柴房，再送些馊饭剩菜，染了恶疾，这人自然就活不成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来人，把这逆女关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能把她放出去。凡人的手段还想困住我？退！糟糕，法力还没有恢复，看来只有待在陆渊身边，我的力量才会逐渐好转。你还敢在这装神弄鬼啊！管家还不赶紧把他拉下去！
二小姐，慢用。我不吃，端出去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老爷可是吩咐过，除了这馊菜，不许给你任何吃食。印堂发黑，煞气缠身，最近没少做噩梦吧？你胡说什么啊？上个月15，你杀人了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莫非你真如他们所说，是妖女？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看见那死人的煞气一直缠着你，而我可以帮你。二小姐，求二小姐救命啊！晨曦的恶霸要欺辱我，我一时失手，才将他打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帮你一把。去备3碟桃酥，1壶清酒，再带只刚出炉的烧鸡过来。是。二小姐，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开始做法吧。散。行了，记住，3日内用16叶和艾草净手3次。这就可以了吗？可是我的手不脏啊。你若不信，便回去看看，今晚还做不做噩梦？那便多谢二小姐了。若是事成，日后小环必定好好报答二小姐。二小姐，您快尝尝，这龙井啊，可是我偷偷从老爷书房里顺的。不瞒您说，自打那日您出手后，我夜里连只蚊子都梦不见了。您的本事简直比城隍庙的老神仙还灵验呢。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宋清婉，父亲让你思过，你却在这如此悠哉，那又如何？我说过，你们困不住我的。既然你不服管教，那我就替父亲教训教训你。大小姐，使不得呀！二小姐她天生神力。滚开！怎么不躲了？你的妖法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算把你打死，父亲也不会多说半个字。我怎么不知道这相府还能对主人乱用私刑的呀？太子殿下，我只是想帮父亲教训他。二小姐这伤得不轻啊，正好我府上有几株千年人参，稍后命人给你送来。这就不劳你费心。你来这儿有事吗？宋清婉，只要你愿意嫁进东宫，日后你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后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们的皇位争斗没有兴趣。还真是白费了本宫的一片真心。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本宫用强的。大小姐，既然丽妹今日受伤，今日便到此为止吧。太子殿下是什么时候和宋清婉这么亲近？是太子殿下。不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啊？本宫这次是来贵府提亲的。哈哈，小女能嫁入东宫，是我相府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喂，还不快谢过太子殿下！谢太子殿下垂青，臣女愿侍奉太子殿下。宋相怕是会错意了，本宫要娶的是丞相的2小姐宋清婉。殿下，清婉她粗鄙无礼，怕是配不上你啊！怎么，你们这是想违逆本宫？太子殿下，我才是相府的嫡女，那个宋清婉不过是乡下来的野丫头。别说了，老臣不敢。能得殿下青睐是清婉的福分，婚事全凭殿下做主。如此甚好，3日后本宫来迎亲。
状越来越重了，看来得早日把宋清婉接过来，替我疗伤。王爷，探子来报，太子已经向相府提亲了，怕是明日就要登门求娶宋二小姐了。什么？他一定有办法的。你最好祈祷你那个爹还有用。见过太子。父亲，你一定要帮帮女儿啊！宋清婉那个贱人把我害得如此地步，你快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帮太子殿下夺回皇位。哎呀，可如今局势已定，此事谈何容易啊！宋丞相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你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如今陆渊登基，你以为他会放过你？太子殿下，可那群老头子对宋清婉如此拜服，你这叫我如何帮呢？本宫自有办法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事要奏。自皇后入主中宫以来，后宫空置，朝野议论纷纷。臣近日听闻，皇后在寝宫内行巫蛊之术，用妖法魅惑皇上，败坏国运。宋丞相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不敢妄言。臣请钦天监卜算天象，发现皇后寝宫确有邪气。若陛下不信，派人搜查，必能找到巫蛊之物。荒谬！皇后娘娘乃仙君，贤良淑德，岂会行如此阴毒之事？丞相莫要血口喷人。陛下，臣愿下上乌纱担保，若搜宫无果，臣甘愿献取丞相一职，告老还乡。此举皆是为江山社稷考虑。哼，朕的皇后，朕最清楚，她绝不可能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搜吧。既然你如此笃定，那就去我的宫里搜一搜。如果什么都没有搜出来的话，污蔑我的人可是没有好下场。皇上找到了！陛下，这真有巫蛊之物。陛下，臣早说过，此女居心叵测。闭上你的嘴！此事尚未定论，不得胡言。陛下，这娃娃鬼气萦绕，确实是巫蛊之术。这下咒之人是要害我朝不得安宁啊！我日日宿在此地，若有人潜入，绝有可能毫无察觉，除非对方也不是凡人。陛下，巫蛊祸国，此乃大罪。保我朝安稳，恳请陛下将宋清婉就地正法，以绝后患。宋丞相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送我去死。此物虽然是在皇后寝宫发现，但也难保不是有人要陷害她。陛下莫急，此等术法，老夫略有研究。只需将娃娃泡入艾叶雄黄水中，便可查出下毒之人究竟是谁。届时也好还娘娘一个清白呀。也好，那便试试。若是有人陷害于皇后，可不就是辞官那么简单？臣问心无愧。这黑气竟真的与皇后娘娘的气息相连？难道皇后娘娘真的？陛下，铁证如山呐！这黑气认主，皇后娘娘就是祸国的妖女。今日若不将她处死，是陛下万劫不复。请陛下以江山为重。不可能，此巫毒之咒不是他下的。陛下，这是被妖术迷了心智。哼，此等邪祟留在宫中，才是对江山最大的祸患呐！今日不除，必成大祸。
对元老，劝劝皇上吧。皇上，不如让皇后娘娘暂且禁足，此事再慢慢查。朕的皇后，岂容得到你们来说三道四？退下吧，朕自会找人查验清楚。若是有人故意散播胡言乱语，宋丞相，你应该知道。都这种情况了，他居然还维护我，真是不枉我救了他那么多次。启禀陛下，探子来报，东部边境集训，北提10万铁骑压境，西部松州突发地动，死伤惨重啊！什么？这灭国之灾的诅咒真的要应验了吗？妖女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灭国之灾，我看是有恶人从中作祟吧。要是想杀人，直接杀了就好了，何必用这种邪术？宋良，你诬陷我的手段还挺高明的。谁要血口喷人？我一心为国，岂容你污蔑？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这黑气就是影响你的。这巫蛊之术，分明是你下的。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去把娃娃插开。是。这手帕是我之前在相府使用的，你就是用这个来陷害我的吧？宋丞相真是好手，竟然敢欺瞒于朕。陛下，臣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别装了，宋良，这种鬼物你怎么可能轻易得到？说，是谁给你的？太子殿下，这是我从鬼王那拿来的好东西，能让人暂时带来恶果。你只需要把宋清婉的贴身之物塞进去，就能让他背上巫蛊的罪名。太子殿下，皇宫中守卫森严，恐怕没法把这个东西藏到宋清婉的身边呢。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，我自会找鬼王想办法，你照做便是。是。宋丞相，鬼王向来阴狠毒辣，你若敢泄密，他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太子殿下，臣肯定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。陛下明鉴，臣真的不知道这巫蛊娃娃到底从何而来。既然你坚持无人之事，那这个因果报应就由你来担着。刚刚你是想用这只手杀我的，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可是我女儿！女儿？我可不是你的女儿，你的女儿早在2个月前被刘弼给一箭射死。我的手！真晦气！剩下的就交给你来处理了。你把人打成这样，现在要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愿意，你今晚睡地方。要是我愿意的话，今晚怎么奖励我呢？看你的表现吧。想不到这皇上竟然还是个妻管严呢！丞相宋良欺君罔上，污蔑皇后，夺去一切官职，抄没家产，流放北疆苦寒之地。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！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！是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！这鬼气怎么和陆渊身上的人这般相似？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。皇后，我的表现如何？表现得不错。天色也不早了，
是该好好奖励你一下。闭嘴！不用说了，都出去吧。是皇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生这么大的气？那些老东西，天天上奏，要我纳秀选妃。哦，那就选呗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生气？我知道，你们凡人的帝王后宫本就是朝堂权衡的一部分。你若是需要，便选几个进来，我又不会拦着。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好得很。也是，你是仙君，超然物外，自然什么都不在乎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莫名其妙的。没什么，我还要批阅奏折呢。你先回去吧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上你走啊，真吵！宋清婉，平时怎么不见你那么听话？陛下，东宫管事近日三番五次求见，称俸禄已难以维持日常用度，说是想要多要一点。你看，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还有什么俸禄？府里不是有院子吗？让他们种地去。是。功力已经恢复50成了，果然陆岩身上的紫气能让我最大限度的恢复力量。看来我还得多加努力才行。夜深了，怎么还不回来休息啊？今晚我睡书房。你不睡在身边，我不习惯，睡不着觉。原来仙君也会失眠啊？不是失眠，是想你了。那你今晚可不能轻易喊停了。想要你欣赏，可惜一天各一方。累了？抱一会儿。今晚，其实我刚开始娶你是为了嫉妒，可后来我发现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这种猪食也敢端给本宫？顺风的人呢？都死了吗？殿下息怒，皇上下令，东宫用度一切从简。我已经早已全数撤走了，说要自给自足。天哪，老东西，你是个废物，连自己女儿也弄不死，还让陆渊靠着宋清婉，才在我头上耀武扬威。殿下息怒，宋清婉她是个妖女，我这怎么可能斗得过她？既然是妖女，就该怕驱魔法器。本宫乏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求鬼王助我，赐我一件收妖法器。本座已助你多次，却连皇位都夺不回，如今供奉也越来越少，本座凭什么再帮助你？都怪那宋清婉，要不是这妖女作祟，我早就登基了。只有杀了她，我就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求鬼王助我，待我登基，定将陆岩抓住，献祭给你。又不是说了吗？他是
大补之物。倒是有点意思，那本座就最后帮你一次。多谢鬼王相助。此乃噬魂铃，摇动时可令魂体震荡，魂飞魄散，此为当年9重仙君所用。本座可是费了半条命才拿到的。切记此物专克魂魄，凡人触碰也会被反噬，所以用的时候必须得找个替死鬼来摇铃。宋七婉，我看你这次往哪摇？各位，这宫里，本宫最信任的便是你。殿下，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，你只需假意向宋清婉求和，待她放松警惕时，遥想此铃，宋清婉就会法力尽失，到时候你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他不会发现的。你想想，他死了，本宫登基，你便是唯一的皇后。难道你不想把宋清婉踩在脚下？好，本宫等你好消息。皇后娘娘，宋微微在外求见。宋微微，她来做什么？妹妹，姐姐这次来是来道歉的。你的道歉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出去！不，我不走。妹妹，姐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咱们同为相府的姐妹，我本不该如此针对你。这些日子，我都在好好反省。我只求你能原谅我。如此，把她拖出去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妹妹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慢着，放开她吧。妹妹，你终于可以原谅我了。要不你让下人先出去，咱们姐妹俩说些体己话。宋清婉，你今天终于落到我手里了。我倒是好奇，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当年那个说我命格不详的道士，也是你的计谋吗？是啊，明明我才是相府的嫡女，一家却都只在乎你。父亲说你精彩绝艳，要给你介绍皇亲贵子，母亲也时刻照顾你，而我根本就没有人在乎我。幸好母亲死得早，我就随便找了个道士扯了头，父亲就信，命人把你送走。没了你，我又是相府独一无二的嫡上姐了。凡人的嫉妒心还真是可怕，竟让你做出这种残害手足之事。宋清婉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成为皇后了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说完了吗？聒噪了这么久，连件武器都没拿出。你难道不知道反派死于化妆吗？你，宋清婉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铃铛怎么如此眼熟？知道怕了，你现在求我，兴许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一些。我说你怎么敢来找我？原来是有了这个。这铃铛是你从哪儿偷来的？东西从哪儿来的你不必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这是能让你魂飞魄散的法器就行了。魂飞魄散，真有意思。你以为凭这个就能杀得了我？当然，这可是噬魂铃，摇3下就能让人魂飞魄散。哦，你摇吧，我倒要看看，待会儿死的人是你还是我。你既然这么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宋
宋清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就这？怎么可能？噬魂铃已经生效了，宋清婉，你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！你真以为这铃铛听你的？青鸾，这怎么可能？也不知道谁给你取了噬魂这么个烂名字，委屈你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东西是你的？那是自然。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。要是没有你，我还找不到当年丢失的法宝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明明是太子殿下给我的。果然是太子搞的鬼。我问你，他最近是不是神神叨叨的，喜怒无常，越来越不像个人了？殿下，殿下，闭嘴！再吵不够就吃了你！关你什么事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现在在和厉鬼做交易，他的阳气已经快被吸干，变得半人半鬼了。这铃铛就是他和恶鬼交易换来的。不可能！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太子殿下好得很。你若不相信，怎么不自己去看看？今夜子时阴气最重，那只鬼必然还会出现。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妖物敢在我面前作祟。本座旁问你这么多，也最好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但那妖女魂飞魄散，这江山尽归我所有。届时我定以万民精血供奉大人千秋万载。太子妃回来了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太子殿下，交给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殿下，我把肉搞砸了。那个妖女，那铃铛，它是送……废物！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要你还有何用？太子息怒，臣妾知错，臣妾知错。没用的东西，不过用了我的噬魂铃，你就该付出代价。鬼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太好了，请对方享用。鬼啊！救命啊！太子的幕后指使之人竟是鬼王，当初被我压制，封印在山下，没想到现在又出来作威作福了。现在鬼王没有防备，不如今日就了结了他。谁？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出来！逃得倒快，鬼王刚刚吸收完阴气，我的力量还没完全恢复，看来鬼王还得慢慢上。这么晚了，去哪玩了？我去东宫转了一圈，发现一个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？你身上的毒应该是鬼王所下。鬼王？
你说的是那个最善诡谲之术的鬼王，据说他下的毒无解。千年前的手下败将罢了，毒能解，只是需要费一番功夫。没想到他竟拉拢了鬼王，这下事情有些麻烦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你不是有我吗？千年前我能压制他，现在我一样也可以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治好你的毒。陛下，老臣来给你请平安麦了。既然陛下有事，老臣先行告退。先别急着走，你留着，我有用。皇后娘娘，老臣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您别杀老臣灭口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要给他解毒，你留在这儿，一会儿给他把脉，看看恢复的如何。是。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老臣能亲眼目睹仙君解毒啊！你坐好了啊，别动。是，但凭娘娘吩咐。这毒气顺着经脉侵蚀脏腑，毒气没法逼出。我用银针疏通试试。早知道当初跟着太乙仙君学针灸的时候，就不打出手了。是这天书还是气海来的？今晚你有把握吗？今晚你有把握吗？应该吧。不管了，先试试看吧。哎呦，娘娘，那是大动脉呀！娘娘，你扎到大动脉了！哎呀，那应该是……那是死穴呀，娘娘！哎呀，这人一旦扎了死穴，可就活不了了。陛下，老臣救不了你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别好啦，再好整个皇宫都知道他死了。陛下，复活这么容易，这疏通经脉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再试试。且慢！真给我扎死了，就没人陪你折腾了。要不我还是找别的再试试吧。先走吧。行吧，不过你这毒若是没有灵力疏通或者仙品护体的话，这可好不了。这莫非是千年灵骨？灵骨内蕴含深厚法力，想不到太子竟然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来供养鬼灵。若是你想解毒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就看你活不活得出去了。东宫内有一个檀木盒，里面装着太子用来供养鬼王的灵骨，若是取来入药，毒可立减。你叫朕去偷东西？那就看你的打算了。反正偷鸡摸狗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去做的。国安，臣在。别人我信不过，你陪朕去取件东西。是。记得53刻动手，那时候阳气最盛，鬼王连虚影都凝不成，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这是在关心我？
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，你要是死了，天下岂不是大乱？我不过是为了国家民生考虑。别担心，不会让皇后受风波。行了，我困了，好走不送。这。鬼王大人祝我早日登基，若是成功，定与万民血祭。太子太过癫狂，看来留不得了。国王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这东西阴气极重，似乎能腐蚀人的骨肉。国王，把它给我。陛下，龙体重要，这东西我拿着就好。东西到手，我们快走。站住！皇叔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陛下，门打不开了。哈哈哈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里已经被本宫布下了阵法，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去。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身上的毒是你下的吗？没错，父王的病和你的毒都是我让鬼王下的。只是没想到你的命这么硬，撑到现在还没死。蠢货，你真以为有了鬼王就能安心坐稳王位？就算他真能助你登基，到时候你也只会变成一个人鬼不分的怪物。住口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可是太子，这天下本来就是我的。今天我就杀了你，你死之后，这天下就还是我的。下手机。你的手臂已经被鬼气腐蚀，血肉溃烂，活不过半个钟头，还敢拦我？敢伤我的人，我让你付出代价！现在就解开阵法，否则现在就杀了你！阵法一旦开启，就停不下来，大不了我拉着你的狗一起给我陪葬。之前留你一命，先皇嘱托我照顾好你，无论如何留你一命。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陆渊，杀我，你别忘了，你的毒还没治好呢。杀了你，去死吧！看来陆渊的行动不太顺。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杀不了你？无论如何，这皇位不可能是你的，但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我已血祭鬼界，这一次我不信还杀不了你。本动物干什么？想好怎么死了吗？青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怕是你们就要死在这儿了。宋清婉，我说怎么杀不死你？原来是你在暗中庇护的。你只是个凡人，而我背后有鬼王相助，只有你投靠我。你，就你现在这副半人半鬼的样子，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这里被我布下鬼阵，就算是你来了，也别想救他。雕虫小技罢了。你少得意忘形，这可是鬼王亲自教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谁？东西拿到了吗？皇后娘娘，东西在这儿。不错，看来你们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嘛。魔，你怎么了？这灵骨沾满了鬼气，谁碰到他都得死，他必死无疑。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
告诉我，我必杀你！闭嘴，吵死了！气息微弱，他怕是不行了。气息微弱，他怕是不行了。没死就还有救，回宫。真是奇怪，脉象平稳有力，五脏六腑皆无异常，可这皮肉愈发溃烂成这样，旧病症为何伤尽而后？这微臣实在不知啊。秦王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这不是病，而是被恶魄缠身了。若不尽快解决，恐怕待会儿醒过来的就不是他了，而是鬼。去取糯米铜盆，1根雷击木，再盛半盆井水。是。贤，过！可以了。回陛下，诺安的身体已无大碍。只需静养几日便可。皇后娘娘可真是神仙啊！辛苦你了，我该谢谢你才是。举手之劳罢了，就算是救活死人都轻而易举，更何况是杀死一只鬼魂。好好休息，别乱动。现在该轮到你了，跟我来。去坐着吧。怎么，今天白日的，皇后那么急？你若是不想解毒，我现在就走。开始吧。把衣服脱了。皇后想看，直说便是。我帮你避毒，会有些疼，忍着。疼，你慢些。别动，就快出来了。哎呀，世风日下呀，没想到陛下背地里玩得这么花呀！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就算你真是仙君，法力也该耗尽了，快休息一下吧。我让御膳房给你准备了些药膳。你的毒已经全部逼出来了，我也确实该补补了。知道我是怎么补法力吗？不知道，你从未说过。不错，看来法力恢复的不错嘛。如今的鬼王终究是个祸患，看来我还是得尽早杀了他才是。他现在应该已经找到可附身之人了吧？
王大人，求求你再帮我一次！废物！本座帮了你那么多次，夺权失败，弄丢了我的灵骨，害得本座功力大损。鬼王大人，只要让我登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求求你再帮我一次！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我什么都愿意，钱财、权力，我统统可以给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。什么？这躯体勉强够用，天下终归是我的。哎呀！殿下，东宫太子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殿下，东宫太子求见。关！皇叔，别来无恙啊！朕记得，您当在东宫禁足，就凭那些肉体凡胎的侍卫，也想困住本座？你也太小瞧本座了！你是鬼王？没错，本座就是幽冥鬼王。那时你偷走本座仙骨，害本座元气大伤，这笔账本座还没找你算呢。你现在要是乖乖交出玉玺，跪下磕头认错，本座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让你留个全尸，痴心妄想，那太可惜了。本来还想省些力气，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座现在就送你去死！谁？吵死了！皇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方才啊，就在你们聊得正欢的时候，我的通天修为竟完全没察觉有人进来，他是什么人？今晚你怎么来了？小心些，鬼王实力不容小觑。不过是闲得无聊，过来凑个热闹罢了。别担心，就凭他还伤不了我。宋清婉，原来你就是宋清婉。要不是你，我的计划早就成了。我还以为是哪个地方来的高人，原来是一个找死的小丫头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杀我试试。你敢挑衅本座，我这就让你死无全尸！你这怎么回事？怎么，不是想杀我吗？你连碰都碰不到我，还想杀我？回去好好修炼，下辈子吧。不愧是朕的皇后，法力高深。那是自然。笑什么？躲在一个女人背后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你出来单独和我打！有本事你出来单独和我打！我有我的皇后护着，为什么要跟你打？倒是你脾气这么暴，应该单身几百年了吧？当然，他连个身子都要借别人的，哪会有人看得上他？住口！你们少得意！今日本座就让你们魂飞魄散！你们可认得词？这可是九重仙君的本命法宝金瑶鞭，不管你们是人是鬼，今天都得死！你身上的好东西还真不少，上次是铃铛，这次是金瑶鞭，这些都是你偷来的吧？九重仙君可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这可是我亲手从他身上夺过来的。哦，我怎么不记得九重仙君输给过你？你知道什么？你区区一个凡人也敢质疑本座，小心！怎么怕了吧？如果你们现在乖乖的跪地求饶，本座还能给你们一个痛快。跪你？这世上还没人能让我心甘情愿下跪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！今日
我就让你尝尝金瑶变的厉害。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这怎么回事？金瑶变怎么失灵了？300年不见，你倒是把我的鞭子保养得不错。你的鞭子？这不可能！这是九重仙君的天生法宝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法宝。九重仙君宋清婉，他果真不是凡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九重仙君？不对，不可能！本座在暗中调查过，九重仙君早在100年时前消失无影无踪。你少装模作样！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？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就来看看金瑶鞭更听谁的话。现在你相信了吗？几百年前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现在照样是。就算你是九重仙君又怎样？今日本座就算是魂飞魄散，也要你陪我一起死！九重仙君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来呀，杀我呀！只要你敢杀我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他！救我，别管我！九重仙君，你想救他可以啊，除非你先自废仙法，然后交出你的仙骨，否则我立刻捏碎他的喉咙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青婉，别答应他！给我老实点儿！快点，别耍花样！背后桌上有把匕首，趁其不备，杀掉他！这便是我的仙骨。九重仙君，你终于落我手上了。所以，你真的是九重仙君？那你会回天界吗？天道嫌我冷心冷肺，特意替我下凡历练，请之一次，我至今未参透，走不了。那你愿意和我试一试吗？啊？怎么试啊？这一试，做我唯一的王妃，执子之手，与卿共白头。哈？